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31岁，来自吉林，自由职业；周女士24岁，来自吉林，美容师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他有什么缺点？他不上进，太抠门了，总和我斤斤计较，脾气太大，口无遮拦，一点都看不到我的付出。婚姻中最大的心结是什么？3年了，到现在还没办成婚礼呢。过年的时候被赶出家门，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。他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吧。别总絮叨我，埋怨我。哎呦，这事儿听起来也不少哈。怎么了呢？两个人都这么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。就是我主要是真受不了他一点都不上进，他没有钱，他还不努力工作。就我俩认识的时候，他不是做生意吗？然后投资失败了，欠了30多万。我不知道为啥，他就是刚付完债之后吧，他就跟我提出领证，领证之后好像就是原形毕露了似的，天天往家一躺。给他找工作呢，他也不去，他就说反正你上班，我在家一躺多得劲儿啊，我打游戏多爽啊，我干嘛活呢？我给他找那个送外卖的，寻思让他就是有点事干嘛，他就说晒挺，给他找那个上厂子里上班嘛，寻思稳定啊，总比待着强，但是他就是不行啊，我心脏不好啊。我也是一直在努力的找工作，然后只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适合我做的而已。那你先去送外卖挣点钱不行吗？我之前就是开餐厅的时候，经常接触这些外卖员，就亲眼看到他们为了赶一点时间出车祸，特别危险。然后至于说上厂子，你说白班倒无所谓了，辛苦一点无所谓了。就是上夜班，我也是去做过。每到凌晨3、4点钟的时候吧，就会胸口闷，有严重的时候还会疼。你看我也1.7米多个头，但我才就是100斤，就照正常人瘦，我这体格也不好，不能为了挣钱命都不要了是吧？开个车呀、网约车呀什么的，这不能做吗？对，他就是懒，他纯纯就是懒。后来他干了几天那个网约车，但是不好好干，人家别人就是干一天也能挣个300、200的，他一天就打游戏，干到凌晨5、6点钟，完睡觉，打到凌晨5、6点钟。对，每天都是。不突突呀！活着前20几年我都不打游戏，我俩认识以后他领着我打的游戏。我这个人呢就要脸要志气，这个游戏我输了我必须得赢回来，赢不了我就不睡觉。那你在家怎么不要脸要志气呢？你1毛钱不赚？我没有1毛钱不赚，我每个月有收入，只是我收入的没有他多，我收入的少而已。你每个月赚多少？少的时候可能1个月几百块钱。平均的话，1个月大概在2000左右，多的时候我也1个月1万多过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听出来了，他做的其他的工作，并不是因为他不能做，是因为他之前赚的比较多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有点不太想去做这份送外卖的辛苦钱，也不太想送网约车的钱，就觉得没面子呗。对，他想要再去创业，再有没有机会能翻身，是这样想的吧？老师，其实你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有些东西我跟他说，他也不会明白。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但是鸿鹄他也得我没先吃饱肚看出来，子嘛，是吧？我一点没看出来。你得先吃饱肚子呀！你这每个月挣这么仨瓜俩枣的钱，你和你太太这小家庭能支撑下来吗？就简单维持生活，目前就是靠谁维持呢？靠我们2个人。啊，你们2个人，我想问一下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你的鸿鹄之志是什么呢？具体就是有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，用全部的身心去投入它，去努力的去做自己心爱的事业。所以现在你没有找到你的心头之爱。他说的这种的吧，确实是不适合我。但凡要适合我，我也会试着去做。是不适合你，不适合你啊！这小活你怎么能干呢？咱是干大事的人哈。反正现在家里这个是靠妻子出钱来养活，你的钱我听起来似乎也没交给妻子，反正妻子也没见过，不管是几百还是2000，对他1分钱不拿。那你不养他不就完了吗？反正也没有办婚礼，你再离一个呗。你俩为啥就没办婚礼啊？那个时候我俩刚领完证就说先领证，然后给彩礼嘛，从彩礼那块就卡住了。我家要了6万6，我就寻思也不多呀，因为我朋友啥的都有彩礼啊。但是他家里就觉得有点就是割他大动脉了，就是没有钱。他自己本身也不上班嘛，然后他也没有钱。老师是这样的情况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俩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说过，说老公，你给我买一个钻戒，我就求婚，我就嫁给你，我什么彩礼也不要，我就喜欢你。当时得有这么个话，我一听有这话，赶紧买个钻戒求婚，我俩就登记了。是你自己说不要彩礼的，现在出尔反尔。然后我俩登记之后，我也把他带到我家里了。我家里的情况，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并各自有自己的家庭。然后我父亲他这边呢，他是在10几年前就心脏支架了。得知我们2个登记要结婚，
然后他们就把房子倒出来给我们住，自己出去租房子了。这10几年因为做心脏支架花了好多钱，一直都负债，也没有钱，上哪搞的这6万块钱去？哥们儿，那你娶媳妇儿没想过这个彩礼钱我应该怎么挣回来吗？他就是因为没有彩礼，我才赶紧把这记登了，先取回来嘛。哦，你是图便宜娶媳妇儿啊？对，他就想白捡个媳妇儿，1分都不想给。所以婚礼没办成是不？不对呀，当时领完证之后一直都说办呢，但是没信儿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婚礼为啥没有呢？这么长时间为啥不办婚礼呀？咱不能出去挣吗？你看我现在也虽然说是没有说正式工作，但是我每天也在挣钱，也在收入，赚那点钱交完了贷款就不剩什么了，就是实在就是攒钱费劲。问题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比如说你现在的生活，你肯定会用到钱的男生，那这个钱怎么解决呢？你这些钱几百块钱应该供不了你现在全部生活吧？管我要，他跟你要啊？抽你要？他现在还开网约车吗？偶尔开。非常偶尔。车的费用呢谁出呢？我，都管我要，就不仅我家的生活开销都是我，他额外还得管我要钱。刚才我就说了，说这个每个月我除了必要的这个贷款要还，我就是还车贷，然后再加一些油什么的，就基本就不剩什么了。那我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说买菜的钱，以及加油的钱、修车的钱，还有各种的钱都是由女生来负担的，是这样吧？是我这里边有那个截图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呗，老师。来，我们看看。30、60、10块是干什么呀？他6块都管我要。10块，这不10块是干啥的钱呀？10块。我也忘了，就是这种零零散散的小额的、大额的都有。你出去赚钱，你觉得打脸？你回家伸手问老婆要6块钱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这个钱也不是我要的，是我在家做饭，他自己嫌我做的菜又素又淡。他说你怎么不买肉啊？我说我今天就那么几块钱，我那肉都10多块钱1斤，我就兜里就几块钱，我搞什么买肉啊？他一听，你不去赚钱买肉吗？他自己给我转的。你脸可真大！哎呀，我不想吃肉，我没钱，我不吃肉，我老婆非要让我吃肉，给了我10块钱买肉，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呀？就拿刚才那个图来说，有几笔退款都看到了吧？有一个150的退款看到了。他拿我自己钱给我自己退。我兜里头要是有钱，我都不带收他这些钱的。我就是实在是没有招了，他给我转了，我收了，我去为这个家庭是买菜还是怎么样，我去消费了。只要我兜里有，我都不带收的。我收他10块钱，他能骂我1小时；我收他50块钱，能骂我1天；收他200块钱，他能骂我1周。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不分场合。那次是我在书房，就是做饭，我收拾完了饭了之后，我饭往桌子上去端。这功夫呢，他进厨房拿个筷子功夫，他看那个厨房，就没有收拾，有点乱，因为我刚做完饭还没有来得及收拾。这个时候他就会怎么造的呀？你说你这厨房造的真埋汰就那，这就说他上班走了，家里整的乱七八糟，皮儿了片儿的，我给他收拾好了，给他归拢起来。归拢起来之后，他还得说，那这个东西放哪儿了？那个东西放哪儿了？回头还要来怪我。去年春节吃年夜饭，在我爹那儿，一家人正在吃饭，然后也是聊到这个结婚这个事儿。然后这边他这一情绪一上来一激动，你们全家子就没了一个好人。姑娘，你当着他爸妈就长辈是这么说的吗？但是有点那个情绪有点上来了。他这么说完了，我爹当时就不高兴了，就直接就把他赶出来了。那我作为他老公，我指定不能让他那什么呀，我指定是跟着他一起出来了。我为了维护他，到现在跟我爹1年没怎么见面和沟通过。要不就一直说这个婚礼办不下来，得不到家里的支持，就都有一定原因的，这么久。就他这种就是就不光说跟家里，就包括在外面跟朋友啊、同事啊，就是关系处理的都不好。记得有一次是他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跟朋友在一起，接起电话我第一时间告诉他身边都有谁，我就是暗示他，他上来还是啊那个倒霉蛋怎么样，人家就在我旁边，人都听得真真的，脸当时就拉下来了。就他这种就是口无遮拦那种说话，从来都是这样。我在家就天天的就是听他说我，就训我，就跟那个训猫猫狗狗一样。咋训呢？经常的窝囊废，啥也不是，完犊子玩意儿，说我就算了，还得刮到我家人，就没啥事就把我那父母就揣挎兜里，没啥事拿出来就得让他数落一番。你就随你爹或者怎么样，你家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什么这全是诸如此类，更难听的就没法播了。这有点过分了。对，有点过了。对呀，这说了这么过分的话，你们俩。而且呢，这些话呢，都已经传到我父母那去了。要么说都对他有看法呢。
我妈呢，经常还给他就是传一些那个小视频呐、或者什么那个小文章啊东西，都是说什么贤妻良母啊，什么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呀、从来都不看你妈呐。咋不给你发让你好好上班，怎么挣钱养家当个老爷们儿呢？哎，你俩在家这个吵急了，语言上会升级吗？基本都是我攻击他。问一下，你想和他一起要一个宝宝吗？不想，因为这是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啊！我在这一直在想一件事儿，你们俩在一块儿为了什么？他是天天打游戏，然后天天就是浑浑噩噩的生活，你看不上他的朋友，然后你已经形容他的父母没有良心了。然后呢，你的丈夫看着你，我做家务你天天骂我，我跟你要钱你天天骂我，你也不想跟我一起孕育一个宝宝，我的爸爸在你眼里也什么都不是。那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干什么？我记得那个婚姻法上有这样一条，夫妻双方有相互陪伴的义务啊，就让他陪我希望伴你是吧？对，最起码我们不是，有一个问题是他相互陪伴。陪伴我，我得更幸福，我要他陪伴我，对吗？如果他陪伴我，我一天比一天更痛苦，我为什么要他陪伴？而且我向你保证，他毕竟领几乎不爱你。证呢。注意啊，刚才我问你妻子，你愿意跟他一起孕育一个宝宝吗？你的妻子的回答毫不犹豫，斩钉截铁，我不愿意。因为我们家的开销都是我来的，因为现在我怀孕怎么挣钱呢？他说这种话的前提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来要，将来有条件了，他还是会要的。我反而觉得，其实妻子是爱她的丈夫。如果是这样的婚姻，说实话，放在我身上，大多数女性身上，我肯定转身就走。你答应我的事儿一件都做不到，我今天还陪你站在这里，我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咱是不是想把日子过下去？所以说，我觉得是因为他爱他，他还愿意给他一丝希望去改变。我也赞同。但是今天在这个现场，我是没有感受到男方想要去改变。当然我知道妻子有问题，您刚刚说到他脾气不好，可能老是在家里面数落你，所以你觉得没有自信。当一个男人如果他长期处在一个被打压的状态下，他可能在事业上、工作上，他就没有那种自信，没有那种张力。他为什么要打游戏？游戏里面我可以当赢家，但是生活当中，他从自己内心上，他可能觉得我不是一个赢家。所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兄弟。但是咱们今天来，是不是想把日子过下去？你们彼此还是否有爱吗？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？有，这个还是有。你说有，说个细节，在哪儿？谁要来的呀？你俩？你要来，你的诉求是什么呀？我的诉求就是看他不上进，让他改变。没有钱，他不工作，然后也办不上婚礼，就是想让他努力工作。然后，那他要不努力工作呢？这近几年那就赶紧散吧，那就赶紧散吧。所以你的诉求是，要么你就去工作，要么咱们就散，对吧？丈夫有什么诉求吗？他我就是希望他脾气别那么大。所以来，你看这样一个小家庭，才过了这么3年不到的日子哈，就听起来真的是暮气沉沉，毫无生机，而且似乎也找不到什么方向啊，也挺苦恼的。我问一下这对年长一些的，你们是夫妻还是情侣？我们情侣。有考虑要结婚吗？有。看看他们小夫妻才3年，这小婚姻你们怎么看呀？我说这个男的吧，作为一个男的，你必须有经济基础啊，必须得上班挣钱，毕竟挣钱养家是男人的本责嘛。看来大哥在家赚钱呢。我是赚钱。是想和这个小女孩说一声，让这一个小女孩，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，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，会爱自己。然后就是说，不管你的在这一个角色之中，你的钱始终是你的，他的钱还是你的，你就看好了自己的腰包。哎，大姐，我打听一下啊，你们这情侣在一起，这钱谁是谁的呀？钱是我的。他给您。我给他。看看人家还没结婚呢，就把男朋友的这个钱袋子都管上了。你这结了婚都倒掏钱袋子啊！他在他眼里，我就像一个就是倒贴廉价。这该怎么办呀？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啊？你的老公他其实不是说他结婚之后变了，或者领证之后变了，而是他骨子里他就是个自私的人。他之前只是向你隐藏了真实的自己而已。你说女孩看一个男的，你要看他的至低处，人性的至低处。你们两个说实话，你人性的至低处比他高太多了，你的人格就比他高尚很多。而且他现在是有点心理问题的，所以你跟他去讲这些东西没有用。他需要真正能够让他听得进去话的人来跟他说一些东西，他或许才能试着去明白。他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人，贫贱夫妻不可怕，不思进取才可怕。穷这个东西是可逆的，你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他也知道。
他现在就是想着说，他有朝一日他能够重新回到他认为的巅峰，他能够什么他的鸿鹄之志。但我告诉你，一个没有脚踏实地的男人，一个大了你7岁、30多岁了，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脚踏实地去赚钱，一天赚不到30块钱的男人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跟他，你因为这样一个人，在婚姻里面不敢承担且自私的男人，你为了一个这样的人，去付出你人生那么多重要的东西，他值这个价吗？你现在应该真正想的是，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好？你才24岁，我觉得人生刚开始，你现在没了他，你会过得更好。就是如果婚姻是一场灾难的话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同归于尽啊。刚才你上来的时候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你把自己比喻成鸿鹄，把你爱人比喻成燕雀，但是呢你错了，错在哪儿呢？你不明白审时度势啊，你不能觉得你像一个古人一样，你考虑了很多啊，我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才，我有很大的机会能做很多厉害的事情，但是现在这个事情，你先养我，你给我机会，让我慢慢来成长，给我时间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应该对你生活有一些规划。首先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赚到这些钱，好，那我是不是提升自己的技能啊？比如说你想经营更好的店，那你要学经营，你要学习很多的东西，把这个时间用在这上面，它慢慢的会有一个转化的，而不是你用在游戏上面去消耗时间。男人啊，首先你要有一个责任和担当，你面对了困难之后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现在有一点没有方向，这我很理解，因为你有点迷茫，但这种迷茫你要去化解它，不然你接下来你们一直迷茫下去的话，你这个家也是一个迷茫的家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成长的动力，还有我们进步的动力，这一点你是完全没有的。还有最后一点就是，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，这一点也是没有的。所以如果想破局，男生改变你的思维，你做的一切好的东西我们保留，你对方女生不认可你的东西，那你给你自己一个短暂的目标，用多长时间之内学习，多长时间之内能够实现学习到你的经济的转化，多长时间之内能够为这个家付出你女人想需要的东西，这才是一个鸿鹄之志。张瑞老师特别的温暖，就想鼓励大家都能够去过幸福的人生。但是，先生，你还鸿鹄呢？哎呀，燕雀都不如。燕雀都知道自己筑巢、养家、爱自己的家人，你这做了些啥呀？你除了摆烂在家，你做了些什么呀？我没看着。也就这小姑娘真的是年轻冲动嫁给你了，现在呢觉得我这都结了婚了，这么年轻离个婚也怪丢人的。对，你换说我们这个年龄谁跟你过呀？你还鸿鹄之志呢？年轻小伙子生意没做成，有的是机会从头再来。我现在很多时候我都劝年轻的夫妻互相鼓励，互相支持，人生都有风雨，我们要携手向前。你俩我还真是说不出来这个话，携啥手呀？你那手就那绕圈呢，你看他头一直这样绕圈，为啥这么绕圈啊？逃避吗？我就在我自己小世界里就得了，我管你呢，反正我老婆又年轻又漂亮又赚钱，跟我就吵架生气呗，我拖着她抱着她大腿不能让她走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女孩子，尤其是我觉得和女生的家长，不能把女生培养得太任性太大胆。婚姻是多么大一件人生大事啊！不思量清楚了，不去认清楚相处这个对象，就敢这么嫁了？你看像人这个姐姐，刚才大姐说了，我们家她出钱，人家认知很一致。那我跟一个男的相处，咱的模式就得是这样，男主外女主内，是吧？对。所以拿到钱也心情愉快，男的也愉快，女的也愉快。你可不是，你其实心心念念的是想找一个男人，鸿鹄，就张伟老师说的鸿鹄，是不是？我就寻思两个人一起奋斗。对呀，至少他是个能承担得起家庭、承担得起事业的男人。那拜托你看清楚呀，你都知道他是这么一个状态，你还嫁给他，而且一再的突破自己的底线。如果你真是那种大女主，那种我愿意担起生活的女孩，我老公就在家照顾好家，我赚钱，我们都开开心心的，没毛病。关键你的需求在他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一个能够落地的结果，那你不是在消耗自己吗？而且拿你最宝贵的青春，你最宝贵这么年轻赚来的钱，有价值吗？我说的话是难听啊，先生，但这是现状。如果你觉得我老婆真不错，我想跟她在一起，那你要知道你老婆的需求，她不是让你一下子给她金山银山，
她的需求是我的老公得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干到半夜3点不喊累，回来还得说老婆，你等我回家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做碗面。她要的是这样的男人，你是不是？你说我是，我咬牙扛起现在坎坷的生活。你俩就继续。你说我不行，我心脏不好，我得在家打游戏。那你自己打你自己的，别拖着人家小姑娘啊，人才24岁啊。首先啊，妹妹，就是这个男人，他不是说结了婚过了一夜他就变了，一定是在结婚之前，他有很多的这个人格底色，他是有迹可循的。咱们可能是恋爱脑，也有可能是我忽略了，对他有所期待，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哈。但是我想说的一点，我们每一个人找任何人结婚，他都有风险。但是作为我们女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抗风险的能力。所以，你跟你老公之间呢，既然今天咱们到这个局面了，他现在就是摆烂了。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，我需要可能您去提升一下。您在这个关系里面做了一个特别错的事儿，嘴巴特别硬，心太软。咱反过来，我心硬嘴软。我把所有的好话给你说干净了，但是钱我就不掏。如果你能这样反过来，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改变。而且你老公现在处于一个人生的低谷期，我就使劲的夸，因为男人永远不是你去打击他能成长的，因为男人他就是这种需要被尊重、被认可、被看见，所以你多给他一些鼓励他。既然是咱们想过这个日子，好吧，这是我给您的建议。这位哥们儿，那我就说重点了啊，我觉得您不是一个能担事的人，创业了就撂挑子，我就摆烂；结了婚，过不下去没彩礼，我也摆烂，而且一直问咱们的那个妻子要钱，是不是有一点软饭硬吃了？所以说，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我能感受到你的老婆是非常包容你的。在一段婚姻关系，无论是男人跟女人，没有哪一方会一直愿意去供养另一方，接受他当咸鱼。因为婚姻的本质就是双方共同协作，就像开公司一样。那你这个股东你不努力了，另外一个股东他肯定想退股了呀，我不干了呀，凭什么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来担，我还给你分红呢？所以你要弄清楚这个点。既然你创过业，我相信你懂这个商业逻辑的。其实他今天来，包括他所有的语言当中，他就传递了一个点，他只想要一个态度，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，顶天立地、能承担责任的态度，才能给他过下去的信心，才能让他愿意跟你生儿育女。这是一个女人在婚姻里面最基本的保障。我连吃都吃不饱，我怎么能对孩子负责呢？所以他为什么前面回答你，他不想要小孩？我觉得他是这个卡点，不是他不爱你，而是他对生活没有信心。所以希望我这番话能够鼓励到你兄弟，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，我让我老婆，我让我今天所有的这些在现场的朋友，或者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能够去立下一个状言，3个月我一定找到班上，好好的赚钱，好好的供养我的小家庭。你能答应我们吗？不是我，还有在看电视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能做到吗？能。妹妹，那你就看吧，这3个月如果他能做到，我觉得这个婚姻还是可以继续。如果他实在做不到，你可以再好好考虑考虑你们自己小夫妻的事儿啊。我觉得曹老师给出了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啊。我们夫妻这个婚姻就是一艘船，这船往哪儿开你们自己定啊。这个如果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也想要了解我们、关注我们这个曹老师啊，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搜木姐，因为曹老师名字叫曹出木哈，特别简单，木姐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木姐。然后呢，你要回复我们爱情保卫战这几个字呢，就会收到我们的新人礼。希望您多多的关注我们木姐。你们俩还想过吗？行。老张，如果你想过的话，咱们能从养老心态出来吗？哎呦，不行，一加夜班，我心脏不好。您不是养老的岁数，你是接下来想做你特别喜欢的鸿鹄之志呢，还是想做咱们家需要的事儿？你考虑清楚。3年以前，你21岁，一个一时冲动的决定给你带来了3年的不痛快，怪谁？怪我自己。这人谁挑的？我挑的。3年之后的今天，在爱情保卫战，你要做出一个决定，可能接下来10年、20年你的不幸福，怪谁？那就得怪他了。10年、20年还这样。你今天在这儿，你年满24周岁，对吗？24周岁，你成年人，你今天做了一个决定，是不是要选择这个人，我们一起继续过下去？这决定是你做的，他什么样你看清楚了。所以你今天做一个选择，
如果以后婚姻不顺利，你是骂他还是骂自己啊？骂自己。哎，行嘞，那咱们少骂点他，骂自己。那如果接下来10年、20年，咱们的婚姻里他还这样，一天到晚跟养老似的，早8晚5，别有夜班，心脏不好，他还这样，接下来10年、20年，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？我自己呀。啊，你自己。好嘞，你明白这就行了，在婚姻中强大吧。如果你继续选择过下去，当然你24岁，还有时间是吗？你从逻辑上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必要？我可能我比较传统，就觉得领完证了。那必要，就是必要了哈。那接下来10年、20年，与其怪他，不如怪自己。你们思考一下吧啊！其实有时候婚姻就是这样，会经历一个考察和了解彼此的过程。但是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清楚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然后对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就不会再有那么多抱怨和痛苦了啊！那我们老师预测一下，这个我们年轻的这对夫妻会出来吗？这老公决心这个好好工作，先把燕雀之事做好。我觉得他为了面子会出来，但我不相信他能做到。我是比较相信他。我也真的希望他能做到，还是牵着手出来，咱把日子先过起来呗，鸿鹄之志慢慢去实现呗，人生这么长。是的。我觉得他俩应该会出来。对，一定会出来的。那第一个。雷老师，3年之前不都结了吗？3年之后还舍得跑？有道理。来，我们一起看他们的选择。来，请开门。走了。说明人不想1个月赚5000，觉得太累了。不，那我特别想知道他们俩是决定不赚这5000，对，是不赚这5000继续摆烂继续过，还是妻子说我也不接受了，咱俩散？都是好事儿，我觉得。都是好事儿吗？都是好事儿，因为可以让这个女孩就知道这个男孩就不想赚钱。但是真的，我觉得人生路是自己走的，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后果。这么突然间下雨了，1秒都不要等，也挺好的。哎呀，希望他们能过得舒心吧哈，不管是散，还是这么摆烂继续过，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课题了啊！祝福他们。